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人好像真的越来越不关心手机了。以前一场手机发布会能上好几个热搜，新机还没发布，各种爆料图、配置表就已经满天飞。发布当天大家守着直播看，发布结束还要争论半天到底值不值得买。但现在很多手机发布之后，你可能刷到一张图，看了一眼配置，然后就划过去了。甚至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，他可能连今年最新款手机到底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更加明显的是，大家换手机的速度也真的越来越慢了。Counterpoint 在2026年公布的数据里提到，全球智能手机的换机周期已经接近4年。这件事情其实挺恐怖的，因为10年前一台用了3、4年的手机，往往已经卡得让人怀疑人生。而现在你拿着一台3、4年前的旗舰，打开微信、刷视频、导航、点外卖、拍照片，大多数时候居然还是好好的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是我们不喜欢手机了，还是今天的手机真的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？我觉得答案其实非常明显，不是手机没有进步，而是手机的进步越来越不直观了。你回头看看智能手机过去十几年的发展，就会发现以前的升级是你根本不需要看参数表就能看懂的。LCD 换成 OLED，你眼睛能看出来，60赫兹变成120赫兹，你手指一划就能感觉出来。720P 到1080P，再到更高分辨率，屏幕越来越细腻。以前手机只有一个摄像头，后来有超广角、有长焦、有夜景。以前充一次电要2个小时，现在几十分钟就能补回来。以前64GB 都算大容量，现在256GB 已经非常常见。包括4G 到5G，实体按键到全面屏，指纹识别到人脸识别，这些东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它不需要厂商给你解释半个小时。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。假设你现在拿5、6千甚至7000块钱去买一台旗舰手机，你会发现大家给你的东西已经高度相似：高刷新率 OS 的屏幕，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处理器，多摄像头，大容量存储，快充，大电池，再加上一堆 AI 功能。然后第2年更新的时候怎么办？处理器性能再涨一点，屏幕峰值亮度再高一点，相机传感器再大一点，边框再窄0点几毫米，电池再多几百毫安时。每一个参数单独拿出来都叫进步，但问题是，当这些东西全部组合起来之后，你拿到手里却很难产生那种“我的天，这和我原来那台完全不一样”的感觉。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以前 iPhone 的一些变化，你根本不用看发布会就知道是新一代，比如 Retina 屏幕、Touch ID、Face ID、全面屏，这些都是直接改变使用方式的东西。但是现在到了 iPhone 17 Pro，苹果依然可以给你列出一大堆升级，新的 A 系列芯片，更强的影像，更好的散热，更长的续航，ProMotion 依然支持最高120赫兹，这些当然都是真的进步。可问题就在于，如果你本来就在用一台近几年的 Pro，你真的会因为这些变化产生一种不换不行的感觉吗？真的很难，甚至有时候所谓的换代还会伴随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取舍。iPhone 17 Pro 这一代从此前 Pro 系列使用的钛金属路线重新变成了铝合金立体式机身。苹果官方强调，这种7000系列铝合金设计有利于性能、散热和内部空间，这当然有它的工程理由。但上市之后，新机的铝合金表面，尤其是相机平台附近，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划痕和磕碰痕迹争议。这里我并不是说铝合金一定比钛金属差，更不是说这台手机一摔就坏，而是想说明现在手机行业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：新一代已经很难做到全面碾压上一代了，很多时候是这里加强一点，那里做一个取舍。散热可能更好了，材质质感却有人觉得退步了，性能更强了，但你平时根本用不完。于是升级越来越像是在一张已经考了95分的试卷上，想办法从95分改到96分。三星、Google 这些国外厂商其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现在发布会越来越喜欢讲 AI 修图、AI 摘要、实时翻译、语音助手、智能搜索，好像 AI 已经变成了手机行业新的救命稻草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很多 AI 功能本质上是软件能力，你买了一台新手机，它可以有，过一段时间旧手机系统更新之后，也可能得到其中一部分。更何况现在大家手机里面真正打开频率最高的软件，还是聊天、短视频、音乐、地图、购物、浏览器这些东西。你去年用手机刷视频，今年换了一台1万块的新旗舰，最后还是躺在床上刷同一个视频。那么消费者当然会问，我为什么要为了快那么一点，亮那么一点，拍照好那么一点，再花5、6千甚至7、8千块钱？
国产手机这里我反而不准备点任何一个具体品牌，因为这不是哪一家厂商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共同遇到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这几年国内手机在电池、快充、影像、折叠屏、轻薄化这些方向依然有很多技术进步，甚至某些方面非常激进。但是问题同样存在。今天你告诉我电池从6000 mAh做到了8000 mAh，甚至向9999 mAh靠近，我当然高兴。你告诉我长焦从3倍变成5倍，我也觉得很好。你告诉我充电速度又快了一截，我也欢迎。但是这些变化更多是在改善体验，而不是重新定义体验。以前的新技术是在告诉你手机还可以这样用，现在的新技术更多是在告诉你原来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做得再好一点。这两者给消费者带来的兴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于是手机行业就出现了一个特别讽刺的局面：厂商其实越来越强了，消费者却越来越没感觉。芯片性能越来越夸张，屏幕越来越好，相机越来越强，电池越来越大，工业设计也越来越成熟。但也恰恰因为手机已经成熟到了这种程度，一台几年前的旗舰才会变得如此耐用。你现在拿一台3年前的手机和最新手机放在一起，最新的当然处处都更强，但是你把两台手机分开用1个星期，很多普通人可能根本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所以未来真正能够重新让手机行业兴奋起来的东西，恐怕不会是处理器性能再提升20%，也不会是峰值亮度再提高1000尼特，甚至不会只是电池再增加1000mAh。真正的下一次换机潮，需要的是某个东西出现之后，让一个拿着3年前旗舰的人看一眼，就能够明白自己的手机真的已经是上一代产品了。就像当年你第一次看到全面屏，第一次摸到120赫兹，第一次发现手机晚上居然也能拍出清楚的照片一样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们重新看完一场手机发布会，然后真的忍不住说一句：“这个东西，我现在这台手机真的做不到。”那个时候，可能才说明手机行业真正的下一轮创新终于来了。